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介绍一本足以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经典之作《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这本书的作者是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人类幸福的本质。心流自1990年首次出版以来，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不仅仅是一本心理学著作，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掌控我们内心世界、追求卓越人生的指南。书中所阐述的心流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幸福、效率以及个人成长的真正含义。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当你全身心投入到某项活动时，时间仿佛静止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你完全沉浸其中，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体验或许就是心流状态。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 （Michael Jordan） 曾多次在比赛中进入心流状态。在那些时刻，他仿佛与篮球融为一体，精准的投篮，灵活的运球，迅速的突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流畅。乔丹在回忆这些时刻时说，在球场上，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时间仿佛变慢了。我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动作的细节。这种心流体验不仅让乔丹在比赛中表现出色，更让他在篮球生涯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心流的定义与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是心流呢？契克森米哈赖在书中将其定义为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同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简单来说，心流就是一种完全沉浸在当前任务中，忘却时间，忘却自我，达到一种最佳体验的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流状态的出现与大脑的注意力机制密切相关。当我们专注于某项具有挑战性且与自身技能水平相匹配的任务时，大脑会进入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此时，大脑会分泌多种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这些化学物质会让我们感到兴奋、愉悦，并增强我们的注意力和认知能力。要进入心流状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设定明确的目标。清晰的目标能够为我们提供方向感，让我们知道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何处。例如，在学习一门新技能时，我们可以将目标设定为掌握某个具体的知识点或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调整任务的挑战性。任务难度过高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和挫败，而难度过低则容易导致无聊和分心。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技能水平，设定适当难度的任务，以保持挑战性和趣味性。保持专注，避免外界干扰，专注于当前的任务。我们可以尝试关闭手机通知，找一个安静的环境等方式，来减少外界的干扰。及时反馈，及时了解自己的进展和表现，能够帮助我们调整策略，保持动力。例如，在进行体育锻炼时，我们可以记录自己的运动时间、距离、消耗的卡路里等数据，以便及时了解自己的进步情况。心流状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提高工作效率。当我们处于心流状态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敏捷，效率自然也会大大提高。增强创造力。心流状态下，大脑的思维更加活跃，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和创意。带来幸福感。心流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和充实。心流与日常生活。心流并非只存在于那些特殊的时刻或特定的活动之中，它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和成长。契克森米哈赖认为，心流的出现与自我意识的减弱有关。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某项活动中时，我们的自我意识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让我们能够摆脱内心的焦虑和压力，更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培养兴趣爱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投入其中，是进入心流状态的有效途径。例如，绘画、音乐、写作、运动等兴趣爱好，都可以成为我们体验心流的载体。将工作视为一种挑战。改变对工作的态度，将其视为一种挑战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一种负担和压力。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时，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创造心流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心流的环境，例如，保持工作环境的整洁、安静，选择舒适的工作工具等。练习正念。正念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专注力，觉察当下的感受，从而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心流与个人成长。心流不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推动个人成长的强大力量。在心流状态下，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挑战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心流状态下的高效学习和成长与刻意练习理论密切相关。
契克森米哈赖指出，心流体验往往出现在那些具有挑战性、需要我们付出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在这些任务中，我们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挑战更高的目标，从而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1. 设定高目标，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实现个人成长。2. 持续学习，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持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心流状态下的学习效率更高，能够让我们更快地掌握新知识。3. 接受反馈，虚心接受他人的反馈和建议，并将其作为自我提升的动力。在心流状态下，我们更容易接受和吸收外界的反馈，从而更好地改进自己。4. 培养成长型思维，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更容易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保持积极的态度，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4. 心流与幸福，幸福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目标，而心流则是通往幸福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心流状态下，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幸福感并非来自于外在的物质享受，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自我实现。契克森米哈赖认为，幸福并非一种静态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来自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投入和专注，以及对自身能力的充分发挥。心流体验正是这种幸福状态的完美体现。一寻找意义，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当我们做的事情具有意义时，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并感受到幸福。2. 享受过程，关注过程本身，而不是结果。当我们享受做事情的过程时，更容易体验到心流带来的幸福感。3. 培养感恩之心，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那些让我们进入心流状态的机会和体验。感恩之心能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感受到内心的幸福。5. 心流与团队合作，心流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它也可以在团队合作中发挥作用。当团队成员之间能够相互协作、默契配合时，整个团队就可以进入一种集体心流状态，从而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成果。集体心流的出现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心理契合度密切相关。当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尊重，并且对团队的目标和价值观有共同的认识时，更容易产生集体心流。以建立信任，营造一个信任、开放、包容的团队氛围，让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坦诚相待，相互支持。2. 明确团队目标，设定清晰、明确的团队目标，并确保每个成员都了解并认同这些目标。3. 促进沟通与协作，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及时解决团队中出现的问题和冲突。4. 培养团队凝聚力，组织团队建设活动，增强团队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6. 心流与创造力，心流是创造力的源泉。在心流状态下，我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开放，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和创意。契克森米哈赖指出，创造力并非一种神秘的天赋，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的能力。心流状态下的高度专注和思维敏捷，为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 营造创意环境，创造一个有利于激发创意的工作环境，例如开放的空间、舒适的灯光、丰富的创意素材等。2. 鼓励冒险精神，鼓励团队成员勇于尝试新事物，敢于挑战传统观念，不怕失败。3. 提供创意工具，提供各种创意工具和资源，例如思维导图软件、创意工作坊等，帮助团队成员更好地发挥创造力。4. 建立创意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创意激励机制，对有创意的想法和方案给予奖励和认可。7. 心流与逆境，在面对逆境时，心流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最终战胜困难。契克森米哈赖认为，逆境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成长的机遇。在逆境中，我们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因为此时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克服困难。一保持乐观，相信逆境只是暂时的，相信自己有能力战胜困难。2. 寻找积极的意义，尝试从逆境中找到积极的意义，例如逆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3. 专注于解决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沉溺于负面情绪中。4. 寻求支持，不要害怕向他人寻求帮助，与他人分享你的困境和感受。通过以上对《心流》这本书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心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1. 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2. 增强创造力和幸福感；3. 推动个人成长和团队合作；4. 战胜逆境，实现自我超越。如果你也想体验心流带来的美好感受，如果你也想掌控自己的内心世界，追求卓越的人生，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心流》这本书。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续的动力和方向。心流就是那源源不断的动力，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不
不要再让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不要再让生活变得枯燥乏味。勇敢地追求心流，勇敢地追求梦想，让每一天都充满激情和活力。记住，心流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创造。让我们一起开启心流之旅，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额外内容。1. 心流是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无视其他事物存在的状态。这种体验本身带来莫大的喜悦，使人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2. 幸福是你全身心地投入一桩事物，达到我的程度，并由此获得内心秩序和安宁时的状态。3. 当你处于心流状态时，你的心灵完全没有容纳消极情绪的空间，因为心灵已经全部投入于让你快乐的事情。案例分析。案例1：运动员。许多顶尖运动员都曾描述过他们在比赛中的心流体验。例如，网球运动员塞雷娜·威廉姆斯 （Serena Williams） 曾表示，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他会进入一种重区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够集中所有的精力，专注于每一个球，并做出最佳的反应。案例2：艺术家。著名画家毕加索 （Pablo Picasso） 也曾体验过心流。在创作过程中，他常常会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之中。案例3：科学家。科学家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也曾提到，他在思考相对论时，进入了类似心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思维高度活跃，灵感不断涌现，最终提出了改变世界的理论。实践建议：1. 记录心流体验，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下自己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刻，以及当时所做的事情和感受。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找到进入心流状态的方法。设定心流目标。设定一个心流目标，例如每周至少体验一次心流状态，并为之努力。3. 与他人分享。与他人分享你的心流体验，以及你对心流的理解和感悟。这不仅可以加深你对心流的认识，还可以激励他人去追求心流。总之，心流是一本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幸福、效率和个人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心流人生。